欢迎收听菜籽油播客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爆发的，以及这场战争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咱们先来说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以及它对全球都产生了哪些影响。一战是一场在欧洲大陆爆发的，但是它却影响了全球的这么一场战争。它是从1914年的7月开始，一直打到了1918年的11月，总共是持续了4年3个月零2周的时间。这么长时间的战争，那给世界带来的创伤肯定也是非常大的吧？对，没错，大约有7000万人被动员投入到这场战争当中，然后死亡人数是高达1800万，其中士兵和平民几乎是各占一半。那无数的家庭都家破人亡，整个欧洲都几乎被摧毁。同时呢，这场战争也改变了全球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一战前的欧洲局势。当时的欧洲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长久稳定的局面？那几个大国之间到底是怎么勾心斗角的？其实在一战前的欧洲啊，一直都是有很多小的冲突和战争不断的发生，然后那些中小国家就不断的被吞并或者是整合，最后就剩下了7个比较大的国家，就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7个国家。这7个国家之间关系很复杂吧？确实，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经常会因为边界的划分啊，然后利益的争夺啊产生矛盾。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这3个国家，他们因为都有很强的海军力量，然后又都在抢非洲的殖民地，所以他们之间的对立就尤其的激烈。那德国当时面对英法和俄国的这种压力，他到底是怎么通过外交手段来稳住自己的阵脚的？当时德国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西边是法国，东边是俄国，所以他很担心被这2个国家两面夹击，所以德国就主动的去跟俄国示好，他们2个国家就签了一个互不交战的这样的一个协定，稳住了自己的东线。然后德国又跟自己南边的奥匈帝国结成了联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早期的3国联盟，就类似于咱们古代的那种远交近攻的感觉。好的，我们再来说说德国在这个3国联盟带来的和平环境下，它的工业和科技到底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进展？这些进步又是如何推动德国迅速崛起的？有了这个联盟之后呢，德国就不用担心外面的威胁了，它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工业，然后正好赶上了第2次工业革命，电和石油成了新的能源，然后无线电、内燃机这些新技术也不断的涌现，汽车、飞机、冰箱、电话这些东西也都在这个时候被发明出来，人类的生活方式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些发明现在看起来很普通，但那个时候肯定是非常震撼的。没错，德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欧洲的工业强国。而且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现代汽车，就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诞生于德国。那个时候德国的发展速度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下面我们来看看俄国的扩张以及它和德国关系的破裂。就是说俄国到底是怎么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内乱来扩张自己的势力的，然后又有哪些新的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诞生了。奥斯曼帝国它的那个版图要比现在的土耳其大很多，然后帝国内部有几十个民族，那长期以来呢，这些民族都在争取自己的自治，所以帝国内部就一直都有动乱。然后俄罗斯就瞅准了这个机会，打着支持民族自觉的旗号，就开始积极的干预奥斯曼帝国的内政，然后就一点一点的把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给肢解掉了。那这么说的话，奥斯曼帝国北部后来出现了很多新的国家，是不是就是俄国扩张的直接结果？对呀，就是在俄罗斯的这种幕后支持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就相继的独立了，然后俄国自己也趁机夺取了大片的土地。后来欧洲各国是怎么应对俄国的这种扩张的？德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这又对俄德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俄国不断的向西扩张，让很多欧洲国家都觉得很紧张，尤其是德国，他特别担心自己会被俄国包围。所以在1878年的时候，德国就召集了欧洲各国在柏林开了一个会，就大家一起商量怎么来遏制俄国，然后最后就逼得俄国同意停止继续向西推进。所以俄国肯定对德国非常的不满吧？是啊，俄国就觉得我们本来是盟友，我又没有动你的利益，你为什么要带头来拦我？所以就觉得德国是完全不讲情面，然后这一下就把他们2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彻底的拉开了一道裂痕。我们再来讲讲这个3国同盟的形成。
那德国和奥匈帝国他们为什么要从原来那种比较松散的同盟走向一种更紧密的军事联盟？然后新的盟约又有哪些核心的变化？德俄关系恶化了之后呢，德国马上就意识到它的处境变得危险了，所以他就决定要抛弃掉原来那种比较松散的合作的约定，然后和奥匈帝国正式的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那这个新的盟约和以前的相比，他们的合作是不是更近了一步？没错，这个新的盟约里面就规定了，如果说他们两个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受到了外来的攻击，另一个国家都必须要出兵相助。这就等于是他们两个国家绑在了一条船上，然后他们的这个矛头主要就是针对俄国的。意大利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德奥同盟？然后这个新的三国同盟的成立对于欧洲的格局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德奥他们也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和俄国去抗衡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拉意大利入伙。然后意大利之所以会愿意加入，是因为他和法国之间有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觉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个阵营。这么看来，意大利的这个立场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啊。对啊，然后随着意大利的加入，三国同盟就正式的形成了，然后欧洲就被彻底的分成了两大阵营。那这个时候呢，原本的盟友关系就彻底的被打破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关系就变得更加的紧张和复杂了。接着我们再说说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竞争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列强们对于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会变得空前的激烈？那个时候英国、法国、德国是欧洲工业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然后随着他们的这个工业产量猛增，他们国内的市场已经装不下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了。同时呢，他们的工厂对原材料的需求又是与日俱增，所以他们就把目光都投向了海外的殖民地。这么说的话，殖民地不光是一个商品的销售地，还是各种原材料的来源地。对呀，英国它已经有了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非，然后德国呢，它也拿下了非洲的一些地方，还有中国的青岛、新几内亚。然后法国呢，也控制了非洲和越南的很多地方。就是大家其实争夺殖民地，就是在争夺工业的命脉。德国的这种崛起对法俄他们这些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法国又做了什么样的外交动作来应对这种变化？德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然后它的这种扩张的势头让法国觉得非常的不安，所以法国就主动的去拉拢被孤立的俄国，然后他们两个国家就秘密的结成了同盟，就说如果德国再继续扩张的话，他们就会一起出兵去夹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他们也有一些秘密的协定吧？有啊，法国还悄悄的和意大利谈了一个协议，就是让意大利在法德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中立。然后意大利呢，它一方面是跟德奥同盟，另外一方面它又跟法国有这种秘密的约定。其实意大利它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跟奥匈帝国有领土纠纷，所以它才会两边下注，就一切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转移。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让英国和德国的关系一下子就紧张到了这个程度？德国它联合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要修一条铁路，然后直通到中东的阿拉伯地区。那这个事情就让英国非常的警觉，因为那个时候中东的石油已经是各国都在争夺的一个战略资源了。然后德国通过控制这条铁路，就等于卡住了中东石油的运输咽喉。那这个就直接威胁到了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所以说，围绕着这个铁路和石油的利益，这两个国家就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妥协了。是的，就是因为这个石油资源的争夺，让英德之间的这个矛盾就彻底的公开化了，然后也让欧洲原本就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加的紧张，大家的冲突就越来越不可调和。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就是说欧洲为什么会分裂成两大敌对的军事集团，然后这个分裂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把欧洲推向大战的边缘的。当时欧洲的这个局势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冲突基本上都是因为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没有什么正义可言。那大家就是彼此之间互相防备，互相不信任。那这个时候呢，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帝国他们组成的协约国，另一个阵营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他们组成的同盟国。这样的两大集团的这种对抗的格局，是不是让整个欧洲的气氛都已经崩到了极限？对，就是这样的一个
剑拔弩张的一个局面，然后再加上奥匈帝国又趁机吞并了波斯尼亚，而这个地方呢是塞尔维亚人一直都认为是自己的土地，所以这就让塞尔维亚非常的愤怒，那所有的矛盾就已经累积到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程度。萨拉热窝事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它为什么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1914年的6月28号，在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一名塞尔维亚的青年普林西普开枪打死了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这就是引发了全欧洲的一个地震。奥匈帝国在皇储遇刺之后，他们具体是怎么反应的？然后这个危机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失控的？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后呢，奥匈帝国就非常的愤怒，然后他们就给塞尔维亚发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交出凶手并且严惩。但是塞尔维亚背后有俄国的支持，所以他就拒绝了奥匈帝国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呢，奥匈帝国又有德国撑腰，所以他们两边就谁都不肯让步。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这个战争的爆发和西线的战事。那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正式开战后，欧洲那些主要的国家是怎么一个一个的卷入到这场大战当中的？然后他们的这个同盟体系又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萨拉热窝事件过去1个月之后，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率先对塞尔维亚宣战，然后俄国一看自己的小弟被打了，他就立刻开始动员军队准备去支援塞尔维亚。那德国一看俄国这个架势，他就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就对俄国宣战。德国当时为什么要选择从比利时借道去进攻法国呢？因为法国当时在德法边境修了非常坚固的防线，德国觉得正面打不进去，所以他就决定绕开法国的主力，然后借道比利时。但是比利时是一个中立国，德国这么一搞的话就彻底激怒了英国，所以英国就站在了法国这边对德国宣战。然后这样的话，欧洲的几个大的国家就全部都被卷进来了，然后这个战火就一下子就蔓延到了全球的各大洲。在战争初期的时候，意大利和俄罗斯在战场上分别有哪些出人意料的表现？意大利本来是跟德国和奥匈帝国是一伙的，但是战争一打响，意大利就宣布中立，然后始终都没有出兵帮助他的盟友，这就让德国非常的措手不及。意大利这个操作真的是让人想不到啊。对，然后俄国呢，虽然在跟德国的正面的较量当中没有占到便宜，但是他却在东线趁机攻入了奥匈帝国的境内，并且占领了一部分的土地，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说到这个一战中的新技术和战争的形态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海陆空3个维度都出现了哪些新的武器和新的作战方式？然后这些变革又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哪些影响？一战它不光是在陆地上打的激烈，海上和空中也都变成了新的战场。比如说英国的这个强大的海军和德国的这个潜艇部队的这种对决，然后让整个大西洋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这个时候飞机刚刚被发明出来，应该也投入到战争当中了吧？没错没错，一战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大规模的空战，然后德国的这个齐柏林飞艇还曾经对伦敦进行了50次的轰炸，给英国造成了非常大的恐慌和损失。然后这个飞机和飞艇的加入就彻底的改变了战争的这个面貌，让战争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残酷。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这个总体战和资源的消耗，就是说一战到底是怎么让各个参战国从政府到平民都被彻底的动员起来，然后这个资源的消耗和海外的补给线又对这些国家的战局产生了哪些关键的影响？当时的每一个国家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他们把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战争当中，然后农民都去工厂里面生产子弹炮弹，所有的生活物资几乎都是靠战前的储备和从殖民地紧急的调运。听起来大家的这个补给线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是的，德国的那些海外的殖民地很快就被英法给攻占了，所以它的补给就被切断了，然后国内的资源就越来越紧张。但是英法他们却可以依靠广阔的殖民地不断的获得粮食和战略物资的补给，所以这个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双方的这个持续作战的能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奥斯曼帝国，他们为什么会在战争进行到了第3个月的时候加入到同盟国一方作战？他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奥斯曼帝国它和俄国是世仇，然后英国又一直对它的这个南部的，也就是现在的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虎视眈眈，所以在英国不断的进攻它的这个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还不如就跟德奥他们一起干，
所以他就最终选择了加入同盟国，跟他们一起对抗英法俄。然后我们要聊的是美国的介入和意大利的倒戈。那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美国在这之后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改变了他的中立的立场的？1915年的5月7号，英国的这个豪华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在爱尔兰附近的海域被德国的潜艇给击沉了，然后1200人遇难，其中有198个美国人。这么多美国平民的丧生，那美国国内的反应肯定很强烈吧？确实，当时美国就立刻向德国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然后国际舆论也是一边倒的在谴责德国。虽然美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参战，但是其实他已经开始秘密的扩军备战了。然后这个事件就已经让美国慢慢的开始偏向协约国这一边了。意大利为什么在战争中期的时候突然就改变了立场，脱离了同盟国，然后对奥匈帝国宣战？意大利它本来是同盟国的一员，但是他看到协约国这一边好像在国际上的声势越来越大，然后再加上他跟奥匈帝国之间的这个领土的争端一直都没有解决，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同盟国，并且在1915年的时候对奥匈帝国宣战。其实这也再一次的说明了意大利他在这场战争当中完全就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所以他也被很多人称为墙头草。 OK， 我们现在把关注点放到中东战场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在这个中东的战场上，面对奥斯曼帝国这么顽强的抵抗，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策略才打破了僵局？英国当时是一方面跟法国在私底下就把奥斯曼帝国战败了之后怎么来分他们的地盘都已经商量好了，所以这就使得法国愿意全力的配合英国的进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英国看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其实是民族矛盾非常激烈的，所以他就怂恿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且承诺他们战后可以让他们独立。所以这就导致了奥斯曼帝国一下子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行，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战争的僵持和军事科技的发展。那为什么到了战争的中期，各个国家明明已经资源枯竭，兵疲马困，但是战争反而变得更加的残酷，规模变得更大了呢？其实到了第3年的时候啊，大家的粮食啊、武器啊、各种物资其实都已经快要见底了。但是呢，因为不断的有新的国家加入到战争当中，所以导致这个战线就越拉越长，然后局面就越来越复杂，所以大家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而且呢，因为战争的需要，所以各国也加快了军事科技的研发，所以很多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比如说机关枪啊、坦克呀、战舰啊，这些东西就纷纷的投入到了战场上面，所以就导致了战争的伤亡和惨烈程度就急剧的上升。在这个战争进入到僵持阶段之后，德国在资源和补给上到底遇到了哪些致命的难题？然后协约国的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德国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协约国从各个方向都包围了，然后他的那些海外的殖民地也全部都被抢走了，所以他的物资的补给几乎就是被切断了。但是呢，协约国这边就不一样了，英国背后有美国这个巨大的资源库在给他撑腰，所以他的粮食啊、武器啊还有钱都是可以源源不断的运到前线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用担心补给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齐默尔曼电报事件，德国到底在这封电报里面给墨西哥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它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1917年的1月，德国给墨西哥发了一封加密电报，建议德国和墨西哥结成军事同盟，然后德国会用他的潜艇去切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迫使英国快速的投降。那如果美国一旦要介入战争的话，德国就会资助墨西哥，让墨西哥去进攻美国，并且承诺帮助墨西哥夺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这些以前被美国占领的土地。这封电报被曝光之后，美国的反应到底有多强烈？然后这个事情对于美国最终的参战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英国的情报部门截获了这封电报，并且把它交给了美国。然后美国看到之后就非常的愤怒，加上之前的这个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美国就彻底的被激怒了，所以他就开始积极的备战。然后一方面呢是在美墨边境布防，另一方面呢就是准备要派军队到欧洲去作战。然后墨西哥一看这个情况，他也拒绝了德国的这个联盟的建议，
所以这个事件就直接推动了美国对德宣战。好的，那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俄国的革命和退出战争。俄国为什么会在一战期间爆发革命？然后这个2月革命和10月革命对于战争的进程到底带来了哪些冲击？在1917年的2月，俄国因为长期的战争导致了经济崩溃，然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就爆发了革命，然后就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但是呢，临时政府还是继续的把战争进行下去，所以这就导致了矛盾进一步的激化。然后到了同年的10月，又爆发了10月革命，然后新成立的苏俄政权就决定退出一战，所以这就直接改变了东线的战局，然后也让各国的革命运动更加的高涨啊。那俄国为什么在战争当中最先撑不住了？它的这个国内的局势到底对整个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俄国它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它的国土面积太大了，然后它的边境线又太长，所以它就不得不同时在多条战线上作战。然后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又不断的在侵扰它的边境，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力量去应对一个敌人。所以俄国就是被长期的这种消耗拖垮了吗？对，没错，连年的战争让俄国国内经济完全崩溃，然后人民也苦不堪言，所以就导致了2月革命的爆发，沙皇被推翻了。但是呢，新成立的临时政府还是继续坚持作战，所以这就导致了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的激化了，所以就又引发了10月革命。然后最后呢，新生的这个苏俄政权就宣布退出一战，然后俄国就陷入了内战，所以这就直接改变了东线的局势，然后也让各国的革命运动更加的高涨。奥匈帝国在一战后期国内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然后这些危机又是怎么导致这个帝国最终瓦解的？当俄国退出战争之后呢，德国其实一度有机会扭转战局，但是呢，奥匈帝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然后英国又联合了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军队，把奥匈帝国的主力打得大败，所以奥匈帝国国内的那些被统治的民族就纷纷的起来闹独立，然后这个帝国就很快的就分崩离析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作战了。我们现在来聚焦一下一战是怎么结束的，德国在1918年到底遭遇了哪些重大的打击，然后导致他最终选择了投降。1918年11月，奥匈帝国首先向协约国投降了，然后德国就一下子失去了他最主要的盟友，所以他的这个军队的士气就一落千丈，然后德国的海军也发生了兵变，拒绝继续作战。同时呢，国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所以德皇威廉2世就被迫退位了。然后在1918年的11月11号，德国就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宣告结束。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的建立。那在这个会议上面，主要的战胜国他们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核心的诉求？然后这个会议的结果对于战败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战结束之后呢，主要的战胜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他们就聚在巴黎，然后商量怎么来处置战败国。那这个会其实开了半年，最后呢，在1919年的6月28号签署了凡尔赛合约。那其实整个这个体系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对战败国的一个掠夺，然后对世界的一个重新瓜分。这个凡尔赛合约里面对于德国的处置到底有哪些核心的内容？德国首先要承担一战的全部责任，然后要割让 20% 的本国的领土，大量的富含矿产的土地就被英法美等国直接给分掉了，然后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也全部都被战胜国给瓜分了。同时呢，德国还要支付1320亿德国马克的赔款，而且德国的军队人数被限制，武器装备也被严格的限制，所以德国就一下子就被削弱到了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除了德国之外，其他的那几个战败国，他们的命运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欧洲和中东的版图又因此发生了哪些重塑？奥匈帝国彻底瓦解了，分裂成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好几个国家。然后奥斯曼帝国也解体了，就形成了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然后阿拉伯地区也实现了民族独立。所以就是说，整个欧洲和中东的格局
被彻底的改写了。我们下面要聊的就是一战的后果和影响，就是这场大战和西班牙流感给欧洲以及全球的格局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变化。一战让欧洲很多国家都陷入了内乱，然后资源也消耗殆尽。但是呢，真正让这个战争提前结束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西班牙流感。这场大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然后也让欧洲的经济和社会雪上加霜。这么说的话，欧洲在战后是不是就彻底的丧失了它的这种世界领先的地位啊？没错没错，因为战争和瘟疫的双重打击，欧洲就彻底的元气大伤，然后几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反而是美国，因为它本土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然后又在这个战争期间靠卖战争物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美国就一跃成为了新的世界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在人员的伤亡上面和社会的创伤上面留下了哪些难以磨灭的印记？协约国这边，英国死了100万人，法国是170万，意大利是124万，然后俄罗斯是330万。就连美国，它虽然参战很晚，而且规模也很小，但是也有12万的人丧生。那同盟国这边呢，德国是250万，奥斯曼帝国是300万，奥匈帝国是150多万。所以你加起来，就是整个战争死亡人数超过了1800万，那受伤的人数就更加多了。所以整个社会就是到处都是残缺的家庭，然后经济也彻底的被摧毁，然后整个一代年轻人都被吞噬掉了。所以说这个战争其实没有真正的赢家，最后承担痛苦的永远都是老百姓。是，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其实普通的民众都是最大的受害者。然后这种巨大的伤痛也让人们开始深刻的反思战争的意义，然后也对那些主导战争的统治者充满了怀疑和失望。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这种严厉的制裁，后来对德国和整个欧洲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这个条约让德国背上了巨额的赔款，然后又割让了大片的土地，所以这就让德国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德国的民众就普遍的对这个条约非常的不满，然后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所以这种仇恨其实也是后来二战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争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让矛盾进一步的加深了。我们最后要聊的就是这个圣诞节休战。这个圣诞节休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在当时那个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面，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在1914年的圣诞节，就在那个西线的战壕里面，德国和英国的士兵他们自发的停火了，然后他们走出了战壕，互致节日的问候，还交换礼物，然后还踢了一场足球赛。这个就非常形象的体现了即使是在战争当中，人性的那种光辉和对和平的渴望还是没有泯灭的。好的，我们今天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和影响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然后也看到了这场战争是如何彻底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让我们对于战争与和平有了更多的思考。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